之前我在我这个频道有说过 ，Proton 即将在2026年把全车系换为4缸，竟然有人不信，他就打我，我就回复他又打回他咯，我就说，如果他全车系换完4缸，你会不会跟我买 Proton 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爱的人 A 的人，不是一个测评，只是 POV。欢迎回到我的 POV 乱拍新车介绍系列啦。今天呢 ，Proton 在这边发布了全新的2026的4缸 Proton X90，它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7人座的车。价格在这边放给你们看。因为为什么讲不出来那个价钱？因为它还没有发布嘛，所以我赶紧先把这个视频做好，所以赶紧发出来给你们看。那作为一个真正的7人座的 SUV， 到底需要什么呢？除了第2排的空间要大之外，第3排的空间也是稍微大。我个人之前开过3缸的 Mild Hybrid 的 X90呢，就是跟它度过2次新年了。最后一排我妹妹坐到是没有任何投诉，因为它的空间很大，几乎像 Velfire 这样子大，而且座椅也是非常大张哦。加上高配呢，中间有Pilot Seat的，所以我爸爸妈妈坐起来也是非常舒服。前面2张座椅，还有中间2张座椅呢，还有带座椅通风的，所以这次舒适感是非常的良好。可是呢，当时的价钱呢，最高配卖在152,800，而且不是说每个人想要负担得起这个价钱去买一个7人的 SUV。今年2026年 Proton 为了控制这价钱呢，到底拿走了什么，又添加了什么呢？我们带你去看一下2026年的 Proton X90，Let's go！之前的 Proton X90呢，总共分为4个等级的，而今年呢就降为3个等级的，有 Light、Prime 还有 Prime X。我先把难听的话说在前面，为了控制价钱，这次 Proton 拿走了什么东西呢？第一个就是从19寸降为了18寸，全车系标配18寸的，这个也是好事，可以让它的乘坐体验更加的舒适。从 Continental 轮胎换成了 GT Control P10的轮胎，25、55、R18寸的这个尺寸的，前后都一样哦。第二个就是拿走了这辆车的 Mild Hybrid System， 换成了一个4缸1.5公升涡轮增压的引擎。再来第3点就是拿走了这个电动尾门，我记得好像还有 Kick Sensor， 还是我站在后面几十秒它会开电动尾门的呢。这一次呢就完全没有了哈，都是手动的。第3个就是拿走了这辆车的 ADAS 系统，所以这次你买到至少是 Prime X 的话，高配都不会有 ADAS 的。OK， 这个也就是不是每个人需要，所以为了控制这价钱压住，它还是把这个东西拿掉。这具引擎呢是来自一个1.5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，是跟 Proton X50还有 Proton S70的4缸是一模一样的，全家族都统一用这一具1.5公升的涡轮增压，产生181 PS， 还有29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再配到这个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。而且 Proton 这次强调，为了让这辆大型的 SUV 可以得到更加顺畅的换挡逻辑还舒适性呢，它就把这个 Gear Ratio 特地调了一下，平均油耗呢可以做到6.9 Liter per 100 km 左右的。这一次完全就是取代了之前的3缸 Mild Hybrid System，Proton 就为它加上了一个 Roof Rail， 可以承受75公斤左右，也表示着你去载一些露营的装备啊没有问题。然后当你去露营的时候，你可以在旁边搭一些 cam， 可能上面坐你的床也没有问题啦。可是你身体重量不可以超过75公斤啦。这辆车的悬挂设置还是依然跟之前一样，前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多连杆，而且我觉得 Proton 的多连杆呢真的是 arm 很多一下的哦。所以之前我开起来在高速公路还有高速弯的稳定性其实蛮不错的，操控其实也蛮好的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开的车。前面有单活塞刹车卡钳，后面也是有单活塞卡钳，都是全车系标配啊。尾箱呢就拿掉了电动尾门哈，这里有一个电磁阀，这里按一下它就会弹上来，有吧？就很明显这里没有一些按钮了哈。之前还有 Kick Sensor， 没有记错的话，或者是我站靠近尾门大概几秒钟，它就会把尾门打开这样子哈。哦，这边有一些储物空间 ，OK， 有一个小灯块照亮这边。要把这2张座椅放倒也很容易，这里拉一拉，你就很容易可以放倒了哈。严格来讲，第3排坐2个人是挺舒服的。要开上来也很容易，简单且粗暴，搞定。至于这个尾箱方面呢，它到达257 Liter 的这个尾箱空间。当你把第3排座椅折起来呢，你可以得到完全躺平的状态，高达1011 Liter 的这个空间啦。但是如果你把前面那2张座椅再往前面倒，它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平的，你可以放一张床没有问题，可以高达2050 Liter 的这个空间。而且全车系标配哦，在第3排的上面它有冷气出风口，连中间的座椅呢，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冷气出风口，所以
每一个人都有，你是不需要去抢。当然，你可以透过这一个中间的手扶去调整它的冷气的出风口的风速，座椅通风都可以在这边调整。所以你很少看到这种7人座的 SUV 里面哦，中间2排座椅都可以得到独立式的座椅通风。USB 插槽 Type C 插槽，这里还有一个储物箱，中间呢几乎都是平的哈，所以你很容易可以去到最后一排。还有一个手扶，可以调整它的角度哦。呀，空间非常的舒适，和最高配中间都没有天窗了。我不知道这个内饰气氛灯还有没有啊？没有钥匙可以 start 哦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大哥，开车咯。别了。最高配还保留着一个 Boss Switch 老板座椅按键，坐在了后面的老板呢，它的空间可以得到很大提升。前面这个头枕呢，可以调一下角度，所以 Driver Side 也是可以柔软舒服，开长途一定是非常的棒。而且这个就是要顶配才有啊。至于驾驶员这边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6项的电动座椅啊，你还可以调整你的腰部支撑啊。这边晚上开灯的时候呢，还是依然着非常漂亮的有灯光的窗户按键哈。这个方向盘跟之前长得一模一样，质感也是非常的好啊。所以这次还是保留着一样的仪表，还有一个12.3寸的唱机哈。这次有加了一个无线的 Apple CarPlay， 还有 Android Auto， 这个是万众期待的。以前的波段车呢，就是要等嘛 ，OTA update 嘛，这次完全新车就给完你了。好，这里还有一些 Infinity 的一些设计的元素都在哈，这个保持的原状哈。也是一样，这个冷气的按键都有保留着。我很喜欢，就是调整那个温度啊、风速啊，全部都可以盲操作。那这里两边很可惜还是保留着一些 USB 的插槽，还没有换成 Type C。这里也没有无线充电哈。档挂呢是跟 S70一样。OK， 还有手动模式，买到最入门级的驾驶模式还是拥有的，有 Eco、Comfort、Sport 3种。OK，360呢是要在最高配顶配的 Prime X 才有啊。OK， 还是保留着跟之前一样了。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看我之前的 walk around review， 可以去慢慢细品一下。然后这次 Proton 的新车，我估计一样还是有给你完全的这个顶灯，还有送你这个 Dash Cam 啦。这一次这个灯应该都 cut 掉了，没有了呀。这个应该都内饰的灯光调节、头灯的高度，还有打开尾箱的按键，还保留着在这边哈。如果这辆车的价格亲民的话，我觉得买的人会多。我不要当它是7人座就好，我当它4人座。如果我把第3排座椅把它折上来，我可以得到一个1000多 liter 的一个后排空间，真的是赞哦。加上这辆车的车身轴距也是比较长，开起来也是较为的舒服啊。所以如果你有打算买一个 SUV， 预算又在这个价位里面，可以考虑一下这台的 Proton X90。好了，各位，这一次的 preview 就简单做给你们看了。那下次得到这个媒体试驾车呢，再慢慢的介绍给你们。我比较喜欢慢慢的细品啊。好了，这个本期视频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是你的爱的人 Aaron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